开啊，你起来的时候它有没有开？不要膝盖不要起来，推起来，放下，推起来，放下，哎，对对，人不要站高起来啊！你现在要休息是吧？啊，好。行吗？你还没有掌握住，没有哈、落，你先落胯，好撑，没掌握好哈、来，落，起，慢慢，哎，放，对，好，落，好，稍微快一点，看看，落，起落，起落，1、2、3、4，来，1、2、3，纯粹用它，2、3、4、3、2、3、4、4、2、3、4，对了，累哦，很累哈，对呀，全身都汗啊，对，全身都汗，我跟你一样穿错了，穿太多了，对，今天比较热，哎，行吗？胯，我现在这后面这2根筋老在练不出来啊，你把它练出来，你膝盖的压力就会少一些。对，这种感觉好像就是身体已经往上提了。对，多点，哎，不要凶，不要用胸提。你自己手放到胯，你手放到这边，属膝跟胯关节那边，它有开合吗？啊，有，开大，再开，不要用胸提，再拉，拉到不能拉到顶，放掉，拉到顶，放掉。行吗？不想对不对？你来拉，走，放。哎，没有，没有。没有，不要用腹部，先去找髋关节，先去找胯，不要用腹，
你们在练这个哈，都要先去找对地方啊，不要急。不要用胸，不要用这边，就用这边。不要用腹，不要用腹，只用这边。你手放到这边来，你手放到这边 ，crouch， feel it open, down, up, o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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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OK， 上落，上落，上落。哎，对。来。还没有哈。还没找对哈。不要用胸做。我们尝试去找那个部位，髋关节很大，尝试去找，你可以绕一圈来找，找它，然后你找到一个角度是最好、最容易把它推起来的，大概在前面，大概在属膝这个地方啊，你会比较轻易的把它推起来，不要从后面，前面啊。这边，所以你的球找到了，你看推起来可以转它，推起来可以转，不要用骨盆转，用胯转，骨盆是骨盆，胯是胯。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用骨盆也可以活动胯，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用骨盆活动胯的时候啊，我们要暖身啊什么，当然也可以用了用骨盆来活动胯跟腰嘛，可以啊。可是这个东西呢，它纯粹是什么？它做暖身啊，或者这样子用嘛。因为你在武术里面，或者你在一个结构里面，你不能用骨盆来带胯。你的骨盆一动，你的结构就垮了。因为骨盆是一个 base， 骨盆是底，骨盆是最稳定的一个坐子，脊椎的一个坐。你骨盆一变，上半身通通变了，
腿也变了嘛。所以用胯而不用骨盆。你看我们用胯的时候，骨盆不会变，骨盆不会变。我用胯的力量，我胯在转的时候，我胯带动这个力的时候，骨盆它没变，骨盆的稳定平衡，骨盆的平衡跟稳定它没变，它不会变成这样子。听不懂？这就是用胯跟用骨盆的差别，它也不会影响到腰啊。所以我们在用胯的时候，再用胯一开走了，方向要往这边走，我的胯往这边走，它就走了，晓得吗？我要往这边走，你看我的胯起来往这边一走，胯往这边一走，它这个力就走了。所以你如果用腰的话，你用腰走的话，骨盆变了。骨盆变了，结构就倒了，看不懂啊？所以你在这边，你的结构不倒，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结构不会倒，晓得吗？我同样我做这些动作，结构不倒。你如果是用这个做的话，骨盆在晃了啊。好，来再试试看。髋关节应该比较好做吧？地方是不是跟我要落胯要放掉的地方是？你撑起来，把撑的那个力量放掉，它就落下去了。就是像下甩手落胯的那个松的地方，就是在撑它的地方。你松下去哪有什么地方？你松下去就松掉啦。对啊，全松啊。可是你撑起来是有特定的部位的。前面不要用屁股那边。对，啊，这个不要录，我下面讲这个不要录。啊，就我们要调结构，比方我要调手臂，你的肩关节有扭伤啊，或者有粘连，或者有不舒服，你看哪一根筋，你先把它放到，比方讲我先放到这个角度去，这是它的正确结构，肩关节的正确的结构的方向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在这个方向上面去做什么？去做延伸，去做拧转。去做延伸，去做拧转，在这个方向上，我去调整它，这样子才能调整，因为它在结构上面，我调回哪边？我调回结构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你不是在这个结构上面，你随便摆这样子，你随便动，它不在结构上啊。它不在结构上，你随便动，它怎么会调回结构去呢？这样有没有懂啊？这样懂吧？所以那个乱扭啊，包括那个什么什么导引啊，什么不要讲名字啊，那个也是一样嘛。它整个的拧转，它整个的扭动，它没有连结。它没有连接，没有连接就没有贯穿，没有贯穿就不可能有导引，就不可能有导引。我们讲导引是有什么？导引是有方向性的，你那个动作跟力量它是有方向性的，才叫导引嘛。然后一个总统出来，前面是不是有导引车？导引车它是不是有方向性？要到哪边去嘛？它有方向嘛？那你导引车都没方向，你导引车乱走，那后面车队它怎么走？那就不叫导引了，你知道吗？所以所有的导引，我们讲的导引，它必定你的力量出去要到里面来，要到外面，你必定这个力量它有一个方向性，延伸这个方向性，由直线变曲线变螺旋线。
增加这个导引的力量，它才能够有贯穿的效果。有贯穿的效果，你贯穿效果越强，它走的就越深。这个叫导引啊。你乱动，它不是导引。尤其你乱动，它如果里面产生了矛盾力，里面有矛盾力了，那就有害。看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明白的啊。熊卫老师，我那时候在那个丽与美，我在丽与美的时候啊，曾经去访问过他。他那时候因为他弄出那个太极导引是他在生病后嘛，他原来有练成太极啊什么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就请他示范一下他那个东西，他就做脊椎的这个，他做脊椎的这个东西。可是他在做脊椎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的脊椎关节并没开，他的脊椎关节没有开，他硬是一个脊椎推一个脊椎，所以它不是延伸性的动，它是推的动，它是推的啊。那这个就不是导引了啊。这个你如果练，你说我把关节都练得很强，你练得很强，我都在正位啊，我都可以把它关节练得非常强很硬啊，我可以推啊，那这个另当别论。但是它不是导引。你说你齿轮相磨，是不是？齿轮它不是导引啊，齿轮是推力啊。那我齿轮都很强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可以相互推啊。可是相互推它也有一个寿命啊，它是不是相互磨损？它一样会相互磨损嘛？听不懂啊？所以你启动，你开车，你如果手排档，你启动的时候，它要很大的推力嘛，所以它的齿轮比较大，它吃的力多，是不是这样？启动需要更多的汽油嘛，更多的能量去推嘛。可是当它越走越快的时候呢，你到4档、5档的时候呢，那个齿轮相磨的就少了嘛。它就变成什么？那个汽车产生一个引力了，汽车产生一个引力了，就比较不需要齿轮的那个推力了所以这两种力量在我们身体里面走动的时候你要分得很清楚，因为这两种力量在走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骨骼、关节、我们的筋、我们的肌肉、我们的气血，它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你在发一个力的时候，你在打一个力量、产生一个力量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在你的身体里面产生什么影响，产生什么力量。所以我师父说，我们练八卦拳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你任何一招出去的时候，你必须考虑两种，一个是外面，一个是里面。你不能只考虑外面，我打多强，我打出去几百磅，这个是外面嘛。可是你要考虑里面啊，晓得吗？所以八卦拳的所有的，你不管是练身体还是练打斗什么，你出力你都要考虑这两种力量，否则你伤敌100，伤敌1000，自损800，或者有时候你伤敌800，你自损1000。
晓得吗？所以这个东西多体会啊。还要再练练吗？我看你们有些人那个胯还没掌握到胯。